他回忆起3000年前的前世人生身边的亲人呢，都是前世最重要的人吗？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入门。在上个世纪呢，一位匈牙利的瑜伽老师呢，伊丽莎白·海茨回忆起了3000年前自己作为埃及公主的整个人生。在通过成为祭司的7层考验之中呢，却发生了意外，灵魂开始了一世一世的轮回之旅。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前世轮回3000年的埃及女祭司。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少年感的宇哥来喽。Hello， 大家好，我依旧是大家眼中的小唐。我们这期节目开始会进行抽奖活动，详情请见节目最后介绍哦。于是海茨就回忆起了1000年之后的这一世。小公主虽然没能够找到她的亲人但她找到了另外一个人，那个眼神炙热有着她熟悉声音的红发男子。在这一世中呢，小公主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女佣。自打有了记忆起呢，就在一个乡下的田园中没日没夜的劳作，除了不停的洗地擦地她没有任何别的心事和想法。有一天呢，女佣正在打扫院子的时候从房子里走出来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穿过庭院呢，来到马房来看他的马。女佣一眼就爱上了这个男子，而这个男子呢，就是埃及公主那一世的红发男。由于他常来这里打猎呢，很快两个人便情投意合。恋爱中呢，两个人充满了喜悦。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居然不小心怀孕了。1年之后呢，他偷偷的在厨师的帮助之下生下了这个孩子。厨师呢，把孩子呢就放进了他的怀里。当时女佣的内心呢就被温暖的爱填满。她抱起了孩子呢，来到了这个红发男子的面前呢，骄傲的请求他让他到他的庄园去工作。那样呢，他和孩子呢就能够和他一直在一起了。然而男子的反应却出乎意料，他先是惊讶的后退了几步，然后就说呢，他无法确定呢自己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男子瞪着他说庄园里有这么多的仆人，谁知道你怀的是谁的孩子？而女佣呢解释说道除了他呢，没有任何男人碰过他。于是他苦苦的哀求男子呢，不要把孩子和他呢抛弃掉，哪怕不去他的庄园工作也可以只要能够再见到他就可以了。当女佣抛弃了所有的尊严，朝着男子跪下去的时候呢，也没能换来男子的回心转意。他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然后丢下他和孩子就离开了。从那以后呢，女佣再也没有见过这个男人。她1年又1年的等待，期盼甚至幻想着男子会从那个房间里走出来，但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女佣呢就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个孩子身上，无论他做什么都在想着孩子。他比以往更加勤奋努力的工作，只是为了能够和孩子在一起。他尽力给孩子提供很好的生活条件，欣慰地看着女儿越来越美丽，气度呢和他的父亲一样。没有想到的是，孩子并不知道感恩，他开始歧视女佣低三下四和没有学识。而女佣呢越是努力地为他做一切事情呢，孩子越是反抗和歧视。孩子和他讲话的时候而且还粗鲁无礼，不愿意与他待在一起，常常呢跑到庄园的外面，整夜的不回家。有一次他的女儿离开庄园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了。女佣绝望的焦急等待着，寻找着，可是始终呢都没有找到女儿的下落。于是他有一种预感呢，他的孩子要永远离开他了。于是呢，女佣没有了活下去的意义，无法像以前一样工作。终于有一天，她无法忍受了，便离开了这座待了半生的庄园。离开之后呢，女佣从一个城镇流浪到另一个城镇，一个村庄呢流浪到另一个村庄，到处问人有没有看到她的女儿。可是几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的希望。她开始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但仍然无法放弃寻找自己的孩子。初冬来临的时候呢，女佣蜷缩在一段台阶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旁边坐了一个苍老捡破烂的乞丐。因为人们不会一下子给2个乞丐钱嘛，于是他当时感到很不耐烦，就想把这个老乞丐赶走。当他们对视上双眼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女佣心神不宁，对方似乎也很难为情。就在这个乞丐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同时认出了对方。女佣惊讶地叫了起来，面前这个不修边幅头发稀松，衣服破烂的老乞丐呢，正是那个抛她而弃的男子。他的优雅和高贵已经不复存在了，他满脸的羞愧无声的掩面哭泣着，而那双和女佣一样的手呢，布满了伤痕和脏污。那为什么2个人会沦落到这样的境地呢？原来呢，年轻时候的男子不学无术，总是轻易的凭着家里的权势和那副好皮囊呢，得到一切他所想要的东西。他极其的轻佻狂妄，不懂什么叫做责任感，年复一年的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呢，他的祖产被变卖，被迫离开了他的庄园。
而身边的酒肉朋友呢，也都只是冷眼旁观，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帮他一把。男子呢，想要去工作谋生呢，却发现常年的养尊处优呢，使得他什么都不会干。最后呢，饥饿使他放下了最后的自尊和羞耻心成为了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他曾回到女佣的庄园去寻找过女佣，但那个时候呢，女佣已经离开庄园了。于是女佣默默地看着他呢，就想到了自己虚度的一生、错误的爱人和不爱他的孩子，一切呢都无可挽回。他们在这里相遇呢，又在这里分别。后来呢，随着岁月的流逝呢，女佣越来越无法行动她坐在那个他们最后相逢之处呢，去世了。她的记忆呢，也就终止在这里。故事讲到这儿呢，伊丽莎白·海茨的3000年的记忆基本上已经记起了大部分。而她看到这一世自己的丈夫呢，就想起了庄园的记忆，因为她的上一世呢，就是那个风流半生，最后变为乞丐的男子。在这一世呢，他十分温柔上进对家庭充满责任感。由于上一世的不学无术找不到工作嘛，所以这一世呢，他一直拼命工作，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结婚几年后呢，伊丽莎白·海茨就生下了一个孩子。他和海茨小时候一样聪明，很多没有教过他的文字呢，他都认识。有一次呢，儿子一反常态没有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而是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儿子很专注的就看着海茨就问道：“妈妈有没有可能我曾经活过呢？”海茨当时大吃一惊难道儿子也是转世之人吗？也同样想起了前世的记忆吗？儿子就告诉他说因为我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总有一种奇怪的动力催着他赶快起床，好去打猎，以便呢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找到食物。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房间的天花板才反应过来自己现在只是一个小男孩。那说到这儿呢，他有些难为情他就对海茨说呢，他的妻子和孩子跟这里的人都不太一样，他们肤色很黑，也不穿什么衣服，以兽皮为主。海茨呢就对儿子的描述感到很好奇他就推测儿子的上一世可能生活在非洲地区，一个非洲的小孩怎么会成为他的孩子呢？于是呢，他就问儿子你以前住在哪儿呢？儿子就拿来笔和纸呢，就画了一个圆形的屋顶，屋顶上还有一个特殊的通风口。海茨就很肯定呢，儿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屋棚。而屋棚前呢，他还画了一个女人，告诉他这就是他的妻子。屋子呢是他们2个人一起盖的，而屋子的旁边还有条小河，河里的船呢是他们自己砍木头做的。于是海茨猛然想起呢，去年丈夫买了一条船，当时儿子哭闹着要划，大人们都觉得一个小孩子肯定不会划船嘛。可是没想到的是，儿子居然用一只桨呢，就安全的在湖上划来划去。听到这里呢，海茨还有些半信半疑嘛，这并不能完全证明儿子就是转生者嘛。万一只是一个小孩子丰富的想象力作祟呢？虽然儿子画出来的的确是热带风光，但是画上的那个黑人所戴的帽子很可疑，看起来完全就是现代人的帽子而海茨就问儿子呢，那你最后的记忆是什么呢？儿子就回答道，他说我当时打猎遇到了一只老虎，我把那个毛向他投了过去可是他呢却扑到了我的身上，之后什么事情我就记不得了。海茨就告诉儿子呢，很可能你有过前世的生命，不过最好不要再想以前的事情，也不要告诉别人你的前世记忆。儿子很听话，从此呢就闭口不谈从前的记忆。只是在他15岁的时候呢，他就要求海茨给他买一套爵士鼓。他选了一个最大的带有纹饰的一个鼓，然后就像他小的时候无师自通那样，拿起鼓棒呢，就熟练地打出了高难度的节奏。随着这个鼓点声呢，还有泪水从他的眼角流下来在打完这一节特殊的节奏之后呢，他说这就是他们从前远距离传输信号的一个工具。于是海茨就将这件事情呢记在了心上。几年后呢，一个从印度旅行回来的朋友来看望海茨呢，海茨就告诉了他有关儿子奇怪记忆的事情，并将收藏儿子所画的那张画呢拿出来给他朋友看。这位朋友研究了一阵子之后就发现这种屋棚呢是典型的非洲中部的一个部落所居住的房子，而这个部落居住在非洲的南部赞比西河的河岸。这幅画上画出的细节呢是完全正确的。他告诉海茨呢，图上那顶看起来像是现代人戴的帽子呢，其实就是那个部落人所戴的帽子，不是现代的毛毡制品，而是用芦苇编织而成的。而打猎的长矛呢画得也非常的正确。在他弄明白这一切之后呢，海茨就开始以更专注的心力去探索纵观自己的一生。那在埃及的那一世一切都清楚了，由于他再次的觉醒呢，海茨的意识呢就再次回到了那一生相同的画面，因此才能够有着清晰的回忆嘛。在棺木里的经验呢，被狮子追逐的噩梦呢，都是那一世最后的记忆。由于那种恐惧呢深深的印在他灵魂里面，所以这一生的记忆呢也是由那一幕开始的。
在海慈很小的时候呢，所做的那些被家人无法理解的奇怪动作呢，也就是后来瑜伽的姿势，是小公主在庙宇中练习的功法。这种功法被当时逃往印度的神之子们带到了那里，所以许多伟大的上师都保留了下来，直到现在。那么普塔霍特普法老以及神之子们他们都在哪儿呢？海慈把光带入自己的意识呢，在这一世他也从未放弃学习和运用灵性的力量，并做了更多对于生命的思考和探究。在一次冥想之中呢，从一片黑暗之中他就看到了绿色的光点再次出现，它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很快呢，他就看到了上师普塔霍特普的脸。而海慈呢，也知道了自己还是置身在埃及入门的那个梦境之中，而那是一个3度空间的世界。他将看到的所有从底层无意识的物质到最高层的自我，在物质层面上的显象。所以他看到的普塔霍特普并不是处在地球层面上的。海慈之所以能够看到它呢，那是因为他的意识已经调整到了上师所在的那个灵性层面的频率了。如果他不慎地触碰到它，那么他的意识就会降回到物质层面的触觉神经，所以这个普塔霍特普的影像也会瞬间消失。如果海慈能够引导自己的意识回到较高的频率呢，就可以像在埃及的那一世一样与上师连结。于是海慈就静静地站到了普塔霍特普的面前绝对地控制自己。普塔霍特普呢也举起他的右手，一股能量注入了海慈，他的心跳逐渐变得正常。他深深地就凝望着上师的眼睛，片刻之后呢，就发现自己能理解上师的无声的语言了，类似于心灵感应，可以与他无声对话。这就意味着他恢复了灵性的能力，仿佛又回到了3000年前小公主刚刚入门的时候。海慈就感觉很兴奋，但又有很多疑惑。他就回想起自己在入门的考验之中唯一的儿子呢是神庙中的好友伊玛。那为什么这一世的儿子会认为自己曾经是一个非洲的黑人呢？透过了普塔霍特普的眼神呢，答案一系列的画面也就呈现了出来。当年呢，小公主成为祭司之后呢，与一个红发的外国男人有染，从而失去了灵力。伊玛呢，作为公主最好的朋友看着公主的遭遇，感到十分的悲痛和失望。她无心再留在神庙之中修行便离开了神庙，来到了一个非洲的黑人部落。而深入了非洲的伊玛呢，为那里的土著带来了爱和光明。伊玛教导他们为他们治病，把如何造房子和制船等生活技能都教给了他们。土著们一日一日的越来越崇拜他，而伊玛呢却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不知道在他离开神庙的选择是对是错。小公主的堕落呢，也让他对整个入门修行的过程产生了质疑。于是他的意识呢越来越低，最终呢他就娶了一个当地的黑人女子沉浸于爱情之中了。可是他作为神之子，却又带着人类的苦恼，终结了那一生的生命。靠着这种吸引力呢，他后几次又投身在了黑人的部落里，但他的智慧仍然在。可是在一次打猎的时候，他遇上了一只老虎他经过殊死搏斗呢，却还是被老虎给咬死。伊玛死后呢，灵识就开始清醒，他不断地渴望着与小公主再次相见。这种意识呢，终于达到了使2人可以找到彼此相同的层面。于是伊玛就成为了海慈的孩子。在这一生呢，他同样需要重新恢复灵性上的视野，而海慈呢，就是他的引导者，带他回到通往神识的那条路上。但是时间未到呢，他目前还只是一个孩子而已。随即呢，海慈又问普塔霍特普呢，那我的父亲法老去了哪里呢？立即在他的灵识中又出现了一个高大的男人，他是近代的一位教导至高真理的伟大导师。他的门徒出版了很多书那是整理了他的演讲与教导的书籍。那海慈读过那些书呢，在阅读的时候便深受感动，因为书中的每一句话都让他感到熟悉，让他觉得与这个人有着很深的因缘。但在这一世呢，海慈没有办法与他相见了，因为呢，在海慈还很小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逝世了。但法老呢不会消亡，有的时候他在地球上，有的时候呢他活在肉体的生命之中，继续与古老的真理呢带领着人们入门。有的时候呢他在灵性的层面上参与地球灵性的伟大工作。所以海慈呢深受感动在接下来的显现的灵识中呢，他又看到了一个年轻人，不由得就叫了起来，波格汉。那波格汉呢是他在埃及那一世的海中救下的一个小孩。这个孩子的灵魂当时非常纯净，身上焕发着灵性的光芒。于是法老就允许这个孩子与公主一起在神庙中学习。当时只是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流利的讲当地的语言和他们沟通了。而且这个波格汉对这个绘画雕塑也表现出了相当的才华。他和公主相处得很好。当公主准备接受入门考验的时候呢，
小波葛汉呢，哭着对公主说啊，只要你有危险，我就会来救你，即使我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也会来救你。当时的小公主还不太理解呢，自己为什么会有危险？为什么这个小男孩会说从地球的另一端来救自己呢？难道他们两个不是处在同一个地方吗？海茨就看着画面里的波葛汉呢，耳边传来了普塔霍特普的声音。如果没有通过入门的考验呢，就必须在地球上经历所有在入门梦境中看到的一切。因为梦呢是一种非物质的实相，也是由人类心灵力量所形成的世界。同时呢，人们所认为的实相呢，也只是一个梦，一个由自我思想投射在地球的以太层面上，在具体显现于物质层面的梦。所以以太呢，在过去的西方科学里被认为是光的介质，而这个光本身呢，指的就是神性之光。公主所没有通过的考验呢，会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在她的生命之中，使她呢再一次的有入门的机会，以便呢成为神圣计划的共同工作者。海茨的一个朋友呢，会帮助他走过这扇神秘之门。当他出现的时候呢，将会帮助他踏上生命的最终目标。当一个人的意识跌落在最幽暗的低谷之中呢，光的智慧呢无法进入那特定的存在中。然而普塔霍特普呢一直在守护着他的灵魂，等待着他恢复到可以觉知较高层面的意识之光。在这之后呢，海茨的记忆中啊，梦境接二连三的快速发生着。他开始把当时在庙宇中以及普塔霍特普所教导的真理传授给周围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呢就来听他的讲座。海茨觉得自己像是又成为了那个女祭司，而工作呢与入门的梦境中而大致相同了，为每一个旅人指引道路。在3度空间的世界里呢，因为因果呢继续在时空中前进着。几年的时间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一天呢，一位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海茨说要给他介绍一个极为特殊的人。这个人呢是个印度人，也是一位真正的瑜伽行者。这位行者呢非常有名每周呢只举办1次瑜伽讲座，而且从不出门。这位朋友把海茨的照片发给他看过之后呢，他马上就同意与海茨见面。听完这些呢，海茨当时并不在意因为他之前见过所谓的瑜伽行者呢，都只是一些普通人，没有什么过人之处。那第二天晚上呢，这位朋友就把这个瑜伽行者带到了海茨家。瞬间他的呼吸停止，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和纯净的脸呢，这个人就是波葛汉。于是后来他们一起就办了一所瑜伽学校，两个人还经常在一起讨论神的话题。当时呢，前来听二人讲座的听众络绎不绝。可是好景不长呢，由于太多的人听他们的教导当时的政府派出了警员将两人驱逐出境。波葛汉呢有护照可以自由出境，而海茨呢却拿不到护照。当时的各单位呢均以种种理由拒绝给他办理。眼看着警员呢即将采取行动呢，波葛汉就对海茨的丈夫说现在唯一能够解救他的办法呢，就是你们夫妻二人先离婚，让海茨呢以我太太的身份和我一起离开，随后呢你再来与我们会合。在那一瞬间呢，海茨突然就懂得了小波葛汉的那句话，他会从世界的另一端来救他。后来呢，他们在瑞士一起创办了欧洲的第一所最大且最古老的瑜伽学校，成千上万的人呢接受了他们的教导。他们把瑜伽传授给人们，使人们获得了身体与精神的延展。他和波葛汉还写下了很多关于瑜伽的资料。海茨就说呢，地球上所有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潜在灵性层面上等待显现的事物。当一个人能有意识地进入自我的深处呢，便能够在体验起因的同时呢，也体验它的果。现在呢，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只不过是让我们有再次接受入门测试和挑战的机会。对此大家怎么看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这期内容大家还喜欢吗？喜欢的话，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我们会在每集节目下方留言当中选出一位幸运的粉丝哦。奖品的内容呢，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一些书籍，还有小唐抱过的娃娃。那我们的抽奖的审核标准是什么呢？抽奖的标准呢，就是我会在每集下方留言当中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留言，所以大家要多留下精彩的留言，吸引我的注意哦，没准下个粉丝就是你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